到频道一那集，身材曼妙、性感火辣的网红模特突然遭遇暗网恐怖组织绑架，即将被拍卖成为性奴。而迫在眉睫，就连警方也束手无策的危机时刻，他竟然凭借散发自己的个人魅力，成功征服绑匪，全身而退。穷凶极恶的绑匪真的会变身纯爱战士吗？今天就来回顾轰动一时的暗网绑架事件。1997年出生的克洛伊·艾琳生活在英国伦敦南部的一个小镇。18岁那年，她在逛街过程中，因为超高颜值和曼妙的身材，吸引了一位模特经纪人的注意，并在2016年19岁的时候，和知名的经纪人菲尔·格林签约，成为了职业模特。菲尔是一个在娱乐圈混迹30年的老油条，代理了很多模特和网红的商务工作，同时呢，手上也有大把的资源，足够进行分配。他会根据客户的需求，派出相应的模特完成合作。除了各类商品的商业拍摄，还包括真人秀和体育赛事等活动。身高1.62米的克洛伊主要从事平面模特的工作。为了增加知名度，克洛伊的 ins 账号也经常上传一些火辣的性感照片。几个月，粉丝便突破15万，成为小有名气的网红。优秀的职业素养和严谨的工作态度也深得客户们的喜爱。每次拍摄结束都会有丰厚的报酬。克洛伊很享受这一份工作，光是通过拍摄，她的年收入就已经超过5万英镑。20岁的她是单身，但却有一个2岁的儿子，这也给她的这个工作带来了很多动力。正当知名度逐渐攀升，事业非常顺利的时候，一个国际合作邀请彻底打破了这一份平静。2017年4月，菲尔收到意大利摄影师安德烈的合作邀请，对方想邀请克洛伊到巴黎拍摄模特车杂志的照片，但有个要求就是克洛伊的团队不需要随行，因为他们有非常专业的拍摄团队和一切，克洛伊只需要到场就行。作为经验丰富的经纪人，菲尔必须确保合作的可行性，就对安德烈的背景进行调查。通过网上查询得知，对方确实是一个专业摄影师，有自己的工作室、团队和网站，合作过很多品牌。而且沟通的时候，对方又把这次合作的拍摄细节都讲得很清楚，还会承担克洛伊的往返机票以及所有其他开销。菲尔认定安德烈的资质没有问题，就敲定了这次合作。安德烈支付900英镑作为定金，合作完成再支付尾款。克洛伊本人对于这次合作也非常兴奋，工作之余还可以领略一下异国风情。4月40日拍摄的前一天上午，克洛伊只身一人从伦敦飞到巴黎，在埃菲尔铁塔拍照打卡，在塞纳河畔享用美食，然后就回到酒店休息，准备第2天的拍摄工作。可一觉醒来却被告知这次的工作行程取消了，也成为事件的第一个转折点。安德烈打电话解释说，因为前一天晚上巴黎遭遇恐怖袭击，他的工作室在混乱中失窃，设备都被人洗劫一空，已经无法完成拍摄，只能暂时取消。就这样，克洛伊带着些许失落飞回了英国。几个月后，安德烈再次联系菲尔，希望继续合作，把拍摄时间定在了7月10日，还将拍摄地点从法国巴黎改为意大利米兰。米兰作为时尚之都，当然也是克洛伊最喜欢的地方。之前从来没有去过，所以很早他就开始期待这一次行程。可是没想到，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向他袭来。2017年7月10日，克洛伊一人乘坐最早航班从伦敦飞到意大利米兰，在当地购物简单打卡之后，按时去往安德烈的工作室进行拍摄。计划拍摄完成后，再乘坐当晚的航班返回伦敦。原定的返程航班已经顺利在伦敦机场降落，但克洛伊的母亲却发现她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经纪人菲尔得知以后，起初感觉问题不大，女孩到米兰难免要多待一些时间。然而这种乐观态度都是建立在合作客户没问题，而且米兰当地治安也很好的基础上。直到2天过去，菲尔也无法联系到克洛伊，开始担心起来。他打电话咨询航空公司，发现克洛伊没有任何登机记录，说明还在意大利，并且彻底失联了。正当菲尔感到奇怪的时候，邮箱中一封可怕的电子邮件直接说明事态已经变得非常严重。发件人直接称呼菲尔大名，说自己是黑死病组织，已经将克洛伊绑架，需要30万美元的赎金。
否则克洛伊将会在暗网上当作性奴拍卖，还列出了3个男人的名字，要求菲尔联系这3人筹备赎金，并在周日前支付。菲尔发现邮件中提到的3人都是和克洛伊关系密切的富商，所以确定是克洛伊告诉绑匪的。黑死病组织据传是活跃于暗网的犯罪组织，对外宣传的形象就是佩戴黑死病时期的鸟嘴面具的团伙，这个形象让人感受到一种深层的恐惧。那更因为他们一直在从事各种罪恶活动，其中就包括贩卖女性。女性越年轻，身体状态越好，拍卖的价格就越高，受害者会被送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甚至可以按客户的需求绑架任意国家的女性，还可以做到全球免费送货包邮。受害人可能会被当成动物一样随意屠戮，如果成为这个组织的猎物，后果难以想象。菲尔马上报警，又联系英国驻米兰的领事馆，把克洛伊的失踪包括安德烈的全部信息进行了提交，请求他们帮忙解救克洛伊。意大利警方很快查明安德烈网站上的内容是虚构的，身份信息也是假的，工作室里什么都没有，却发现一些克洛伊的私人物品，还发现了一张黑死病组织的照片，说明他就是在这里被人袭击和绑架的。警方调取监控寻找线索的同时，也接管了菲尔的邮箱，和对方展开谈判。对方说拍卖时间已经确定，并发来拍卖会的宣传广告。克洛伊的个人信息包括3维，全都做了细致的标注。如果想得到这个模特，起拍价格就是30万美元。拍卖时间是2017年7月16日，并贴上了一张克洛伊的最新照片。他双眼空洞无神，看着前方，平躺在地上，腹部摆放着一张印有黑死病组织的图片。网红模特竟在米兰惨遭暗网组织绑架，公然出售。很快案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关于绑架的各种传闻和阴谋论甚嚣尘上。随着拍卖日临近，调查进展却十分缓慢。菲尔试图筹集赎金，但总共只筹到2万英镑。国际刑警也介入调查，准备营救身处险境的克洛伊。可直到7月16日拍卖会开始，也没能找到任何有效线索，也没有参与到暗网拍卖会的途径。万分焦急之中，也只能是祈祷克洛伊平安无事。7月17日，克洛伊已经失踪了1周，警方依旧没有任何头绪，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与暗网的恐怖组织抗衡。就在万般无奈，所有人都感到绝望的时候，克洛伊居然在这天早上出现在了米兰的英国领事馆，而且身旁还跟着一名男子。所有人都懵了。你不是被黑死病组织拍卖了吗？警方马上将这2人进行了控制。克洛伊告诉警方，跟他一起进入领事馆的男子就是绑匪，也是黑死病组织的高级成员，然后开始讲述这些天他所遭遇的恐怖经历。克洛伊说，他当天如约前往工作室开始拍摄。到了以后发现只是一个类似空置的房屋，再三确认了地址，发现没有错。当他进入所谓的工作室以后呢，却发现屋内一片漆黑，这让他感到非常恐惧。正要逃走的时候，一双大手突然捂住了他的嘴，马上又出现另一个人，在他手臂注射了不明液体，当场不省人事。当他有意识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脱光，被塞进了一个大行李袋，而且正在一个行驶的车里。密闭的行李袋里非常闷热，而且呼吸非常困难，不知道车开了多久。期间多次停车，有人来查看他的状态，只知道最后车停在了郊区一处很旧的农舍门前。绑匪把神志不清的克洛伊从后备箱抱出来，拖进一个房间。为了防止他逃跑，就把一只手靠在了桌角上，时刻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没多久那个人居然走了，似乎完成了克洛伊的转移工作，并在外面和某人进行交谈。最后克洛伊看到的人竟然就是一直在和经纪人菲尔联络的摄影师安德烈。对方说自己不是摄影师，也不叫安德烈，他的真名叫卢卡斯，是黑死病组织的成员。另一名男子是他的哥哥米哈尔。还说黑死病组织经常从事人口贩卖活动，被拍卖的女孩都是受尽蹂躏下场，都很惨。当买家对女孩感到厌烦之后就会把她们拿去喂老虎。由于组织在世界各地政府部门都安插了眼线，所以警方永远不可能抓到他们。这次绑架就是因为有买家看上了年轻美貌的克洛伊，所以组织在暗中观察了她很久。但现在有个意外状况，绑架发生后遭来上级的不满，
因为黑死病组织内部有很多不可违背的原则，其中就有不能贩卖有暗病的妇女、孕妇以及有孩子的母亲。而他们没想到，20岁的克洛伊竟然还有个儿子。这个状况就很尴尬，决定给他一次机会，如果能凑够30万赎金，就还他自由，不然还是一样拿去进行拍卖。出价最高的人就会成为他将来的主人。克洛伊说自己没钱，但他认识的3个富商或许会救自己一命，所以那封勒索邮件中出现了那3个人的名字。为了拿到赎金，卢卡斯还保证呢会保障克洛伊的安全。克洛伊说从这儿他就开始策反卢卡斯，那找到机会就和卢卡斯表达暧昧之情。那对于长期混迹于各种名利场的这个克洛伊来说，这再简单不过，也希望通过这个办法来融化对方冷酷的内心。结果这招非常管用，哪个绑匪能经得起这种考验啊？卢卡斯越来越喜欢跟他聊天，甚至主动给他解开手铐。那克洛伊说之后他们就同床共枕关系变得更亲密，但对方想给自己留下好印象，所以没有发生过关系。此后克洛伊有了更大的自由，虽然不被允许离开房子，但不用再戴手铐，还可以吃上美味的食物。卢卡斯还给他买了衣服和鞋子。克洛伊曾想过逃跑，但卢卡斯说过，如果逃跑，黑死病组织会展开无尽的追杀行动。但亲密接触了几天之后呢，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卢卡斯向上级做了申请希望可以释放克洛伊，理由是克洛伊得救以后呢，一定会对媒体讲述绑架的细节，那这样就可以起到宣传黑死病组织的作用这一波绝对不亏。没想到上级竟然同意了申请，在实施绑架1周之后呢，克洛伊被释放。重获自由的克洛伊还让卢卡斯把他送到领事馆，并保证绝对不会向任何人泄密绑架他的人是谁，后续还会支付他30万的赎金，并且兑现和他交往的承诺。那卢卡斯就相信了，还威胁如果克洛伊说谎，将来必会遭到暗杀。7月17日，两人驱车3小时来到英国驻米兰领事馆，结果就是克洛伊获救，卢卡斯被警方逮捕。轰动一时的绑架，关联到暗网的恐怖组织，受害人竟凭借人格魅力成功自救，这就比较难以置信。而且恐怖组织的重要成员竟然还是一个纯爱战士，所以开始有人怀疑克洛伊是在说谎。那事件可能是他自导自演，目的或许就是为了炒作，让自己提高知名度。确实仔细研究后呢，发现案件有很多细节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号称绑架过多名妇女，令人闻风丧胆的黑死病组织，竟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既然事先观察了克洛伊很久，却没发现他有个儿子，发现有儿子之后呢，就给放了。职业素养、道德标准之高，亘古罕见。而且已经决定把克洛伊放到暗网上拍卖，肯定是要暗地进行，却还要通过邮件告诉经纪人那么多细节。那卢卡斯作为绑匪，还明目张胆出现在大使馆自投罗网。总之事件中有很多不太合常理的地方。那米兰警方见到自救成功的克洛伊之后呢，立刻对他身体进行了医学检查。他的身上没有殴打和虐待的痕迹，但手臂上有一个小小的针眼，头发里检测出了氯胺酮成分，是一种在案件中常见的用于迷昏受害者的镇定剂，说明他确实有被迷晕过。而且警方找到了他被监禁的房子，位于都灵的一处偏僻乡村农舍。那卢卡斯为了这次绑架短期租下的，在房子里的床上、地板上以及现场留下的手铐上都检测到了克洛伊的 DNA， 但警方竟然在街道的监控画面中看到了可疑的情况。监控显示，在被绑架的那些天里，克洛伊曾多次和卢卡斯手牵手走在路上，一起逛街、购物、吃饭。可他之前给警方的口供中并没有提到这些情节，还说不被允许外出。另外还有居民看到过这两人，说并不像是绑架。那女孩见到外人丝毫没有求救的表现，更像是到这里度假的情侣。内容一经公开，克洛伊直接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更多人认为这就是一次炒作。那克洛伊哭着对警方解释说，这个卢卡斯决定释放他以后呢，就偶尔会带他出门，但自己并不敢和外人求救。因为卢卡斯说过这里到处都是黑死病组织的人，所以根本就不敢逃跑，只能为了活命继续制造恋爱的假象。那虽然克洛伊的口供中有很多地方和现实存在纰漏，一度让警方感到很可疑，但对于最重要的环节比如是绑架地点和使用的工具，这些都没有问题。而且卢卡斯的供词也在说明绑架是成立的。
那卢卡斯说，绑架案的主谋另有他人，自己是被强迫参与，但却又拿不出除了他们兄弟以外其他人存在的证据。警方在兄弟两人的通信记录中也找到了预谋绑架的信息。那卢卡斯长时间在网上关注克洛伊的动态，他的电脑中除了关于克洛伊的搜索记录，还有黑死病组织、性奴、氯胺酮等关键词。那由此认为卢卡斯具有绑架的意图，而且本打算在巴黎就实施，但因为发生了恐怖袭击，所以就改变了计划。他们除了得到赎金之外，还把案件给转移到暗网的方向。那卢卡斯对克洛伊进行恐吓之后，再扮演拯救者的形象，让克洛伊对他产生依赖，满足自己的占有欲。那绑架期间，卢卡斯还会让哥哥米哈尔消除一些证据，比如让那辆绑架用的汽车彻底消失。米哈尔还远程指挥卢卡斯如何勒索和控制女孩。那经过一系列调查过后，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认定这是一起绑架案件。案犯之一卢卡斯已经被捕，另一名米哈尔正在英国准备引渡回意大利。克洛伊回到英国后，迅速被各媒体争相采访报道，很快在家门前进行了一次小型的记者会，但似乎绑架事件没有对他的心理产生任何影响。面对镜头，习惯性的摆出各种姿势给记者拍照。I've been through a terrifying experience. I feared for my life, second by second, minute by minute, hour by hour. I am incredibly grateful to the Italian and the UK authorities for all they have done to secure my safe release. I have just arrived home after 4 weeks of being in Italy. I haven't had the time to gather my thoughts, so I'm not at liberty to say anything further until I have been debriefed by the UK police. 那各种报道过后呢，克洛伊名声大噪，但却马上和经纪人菲尔进行了解约。他认为正是菲尔不够专业，导致自己身处险境。事发后也没有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还多次在采访中提到了对菲尔的不满。因为事件中存在太多的话题性，那克洛伊只靠上各种专访就赚得盆满钵满，随之而来的就是他的身价水涨船高，翻到10倍不止。越来越多人开始认为这起案件是一个巨大的骗局。公众觉得克洛伊在电视上轻松愉悦的表现，不像是受害者刚刚经历了创伤的样子，说他看上去很享受大量媒体的关注。还有人发现呢，卢卡斯和克洛伊早在几年前就在 Facebook 上互加了好友。他们认为这两人本来就认识，所以绑架就是假的。但克洛伊在节目中解释，自己因为工作关系一直在网上不断扩大自己的人脉圈，他加过很多好友，但几乎都不认识。然而这个解释并没有得到质疑者的认可。2018年2月，案件在米兰开庭审理，卢卡斯当庭翻供，说是克洛伊组织策划了这一切。他和克洛伊早在2015年3月就成了网友，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爱上了克洛伊，无法自拔。那克洛伊一直梦想成为一线超模，所以就策划了虚假的绑架案，以扩大知名度。那卢卡斯义无反顾参与其中，只为证明自己爱他。他说，所有的环节都是克洛伊亲自设计，连发给经纪人的勒索邮件也是他编辑的，还加入了黑死病组织的元素。卢卡斯配合一切安排，心甘情愿。只希望等他成名了以后呢，能回报给自己同样多的爱。但调查中呢，警方却并没有发现任何他和克洛伊之间单独联络的通讯记录，也没有发现克洛伊策划了绑架的任何证据，所以判定卢卡斯的供词不可信。2018年6月，卢卡斯被判绑架罪成立，判处16年零9个月监禁。在调查后，哥哥米哈尔说自己一直在英国，极力否认参与了绑架，但证据确凿，还是在2018年10月从英国被引渡到了意大利，并于2019年被定罪，被判处16年零8个月的监禁。那兄弟两人全都提起了上诉。2020年，法官裁定卢卡斯释放克洛伊是出于同情，将他的刑期减去4年多，变为12年零1个月。2021年，米哈尔也被法院减刑至5年零8个月。那事后呢，克洛伊把这次经历写成书进行出版，在很多人看来，他依然是在用这个事情牟利。2023年4月，一部以这次绑架事件为题的剧集正在筹拍，并得到了克洛伊本人的支持。尽管法庭和警察都证明克洛伊是受害人，但仍有很多媒体和民众拒绝相信。他们认为米兰警方没有认真调查这起案件，
假如换成是英国警方，那克洛伊肯定会被认定为同谋。但他说自己经历了可怕的事情，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和每一个人进行解释。这事件已经让自己知道要珍惜当下，因为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那之后的克洛伊多线发展，并在某成人网站建立账号，以付费的形式对粉丝坦诚相待，进行某种特定的18禁才艺展示直到现在呢，对于克洛伊这个人和事件的争议依然是存在的。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到最后不要点赞、日大姐，我谢谢你了，拜拜。